椒的香菜合作伙伴京东超市，逛逛逛京东超市，春节不打烊。道道全傲娇的香菜，下节更精彩。道道全傲娇的香菜，现在继续。傲娇的香菜独家冠名道道全，油酸高达75%，道道全高油酸菜籽油。傲娇的香菜合作伙伴京东超市，逛逛逛京东超市，春节不打烊。辣是一种刺激的痛感，但在长沙，辣成为了一种活法。这里曾涌现过动人的故事，告诉你什么是热烈、血性、颠覆。而今在消费的大潮下，湖南人选择了先天下之乐而乐。有人说，跟近代史的湖湘前辈们相比，现在的湖南人不酷了。真的是这样吗？辣椒它是一种痛觉，能够忍受痛觉的人，他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到吗？你做音乐是一种需要，你需要去做这种，不然你觉得生活很无聊，你不然活着干嘛呢？湘军嘛，我觉得至少他提供了一个比较扎扎实实的成功链条。我在试图去描绘或者去发掘这种个性的东西，这是我一直在做的事情。那两人还不生不噻？快一点！都不认识了，搞这么漂亮干什么？真是的。那个篮子过来了。先放在篮子里面，先不要打到袋子里面的那种，好吧？哪有？你做好事都没在这，我打电话给高了，我说阿英呢？阿英啊，那看心情哦，这样的。凌晨5点，黄斌会准时出现在长沙这家最大的海鲜市场进货，一边拿货，一边与相识的店家以长沙人聊天的方式测几句。那我过去拿过去了。 6点多的时候，回到自己的海鲜小馆。 10多年了吧，习惯了。每天早上，就是说真的，每天早上1年4季的长沙凌晨这个点的都干到了。你见过凌晨4点钟的洛杉矶吗？科比这句话感动过很多人。对于湘派海鲜餐馆老板陈浩和妻子黄冰来说，他们见过的是4点钟的长沙。 机械化了，都是说看怎么样快捷那种，省事儿。像这种我们就没办法省事，我们必须一个个的杀，必须一个个的刷，然后一个一个的清理。10多年来，为什么要如此辛劳地做湘派海鲜？用陈浩的话说，他是在捍卫长沙的辣。长沙嘛是一个吃辣的城市，但是外地游客过来，他往往只在太平街、 坡子街、五一广场中心地带来进行旅游，来进行生活，他们往往会产生一个误解，就是说湖南、长沙我吃到的东西并不辣，所以我才提出一个口号：我们上辣就是为了捍卫我们长沙的辣而存在的。 海鲜会是陈浩自己摸索出来的一个得意之作。还有这些，一个个浓墨重彩，寄托着陈浩对辣味的使命。上午一般是陈浩的备餐时间，今天他的任务是做一批新的剁辣椒。有人开玩笑，在他的店里，辣椒的消耗 要比海鲜快。做剁辣椒的话，只用红叶，不管是从它的肉质，还是从它的辣度，还是从它的这个色泽度来说，都是非常适合做剁辣椒的。然后我们去选辣椒的话，我们一般通常情况下就是什么呢？
用我的舌头感受一下它的辣度，看它接受到了多少太阳的能量，然后我觉得辣度 OK， 咬上去它有淡淡的太阳的味道，我觉得 OK， 这是一个学习成绩很好的辣椒，我要了。还有咸蛋黄的蟹呢，也可以。中午和所有厨师一样，陈浩最看重的是客人的意见。客人的意见里，他最不能接受的是说他的菜不够辣。一有机会，他就拿出最辣的收藏，一种来自缅甸的极致魔鬼辣椒。说是分享，更像是某种挑战。你真的要尝吗？这个很辣啊，真的是一小口一小口的来。是指沾汁吧？不吃那个辣椒吧？你沾汁没？你已经沾了。你如果再想高一阶的话，就吃一个米粒大的辣椒吧。可以，今天下午就不用涂口红了。有没有感觉？有。赶快喝这个东西压一下，赶快压一下。好吧，长沙吃辣的这个习惯是我们祖先留给我们的，在我们的血液里面，不会因为你在长沙或不在长沙而改变。你可能一个长沙人，你到了外地，你可能最重的乡愁就是什么？一口辣椒。所以说，一颗辣椒，也许就是你在远方浓浓的乡愁，好吧？陈浩做重口味的香辣海鲜，如他所说，与乡愁有关。90年代，在妻子的老家第一次吃到江浙的海鲜，清雅的江浙风味满足不了湖南汉子的重口味。那次回来之后，一个念头在他脑海中浮起：如果在海鲜里加入重辣，不知会有怎样的碰撞。说干就干，没有本钱，便从小推车开始。被收过，写了检查，写了罚了款，然后又领出来了。我记得有一天，本来是一个很好的天气，太阳很大，风和日丽，我推着车摆到了那个菜市场门口，但是6月的天还是在烈，呼一下乌云滚滚，大风哗一下把我的遮阳伞吹跑了，然后砰，暴雨全部落下来，把我满车的调料、满车的海鲜全部打湿泡透了。那一天我损失了大概400块钱的海鲜，然后也不知道是雨水还是泪水，哗哗的流。你要照顾他们，你是个男人，对不对？有时候想起来，眼睛都会红。我觉得这个世界上真的，你要坚持，你不坚持的话，什么东西都不会照顾你，包括老天爷。上午好，欢迎光临茶园，美女想喝点什么呀？可以来这边点单，两边是一样的，对吗？好，是的，现采现萃，请稍等。这个是必打卡的地方，所以我们就过来玩一下。我很多朋友武汉的，他们还要跑到长沙来喝。如果说辣椒是湖南人餐桌上当之无愧的 C 位，那么在近年来的长沙街头，有一杯奶茶在年轻人中风行，它与辣椒并行在人们口腔的两端。茶颜悦色看似与辣无关，但它开拓进取、横扫市场的故事，跟辣椒精神关系重大。至少它的创始人小聪是这么认为的。我觉得我在做自己坚持对的事情，因为我也觉得受到很多质疑嘛，你为什么不这么做？为什么那么做？那我坚持这么做，我觉得那也是有傲娇吧。小麦，茶颜悦色的女当家。巡店是茶颜悦色创业7年来一直没有放弃的传统，只有经过自己的亲自考察，心里才会踏实一些。这是我的第一家店，13年12月28号，这是第一家店。
之前这里是有个天桥，就是天桥直接下来就到了我们门口，所以位置是非常不错的。站在里面喊麦，然后天桥上是可以听得到。可以，这个月业绩完成怎么样？我业绩完成还可以，70%，70%也差不多。ABC 呢？就每到一家店就会心里就会好慌的，就生怕他们就是不会做，而且现实就是这样子，他们就不做，然后就抓呀，然后当时就开了第一次的黑白大会，我们叫黑白大会，就类似于我们现在会经常分享茶叶会死于什么嘛，就大家可能就没有这种意识。品牌虽已成熟，运营也轻车熟路，但巡店是一种保持清醒和警惕的方法。在这里可以挂一些嘛，一样的嘛。至少来说，我看到货，我这里就有商品，真的这是个最起码的一个联动。因为要不然真的就是买个设计来的，这他妈品牌不知道是实力。我自己想怎么卖怎么卖，陈列就更别说了，陈列哪里随意放。徽章到哪里也随意放，随意。我这是个最奇葩的，上了新品，连新品陈列的东西都没有。所以我当时为什么发飙，是因为我都4、5次了吧？从国庆节开始，我下这个店比你还多，其实我可以更多的。自己店我不敢寻，就大家这凑在一起，还是想做一件做好一件事儿。所以我希望大家就今天开优惠。看那女孩哭的时候，我还有点阴。我也骂完以后，我也有收，因为大家其实都更辛苦，都辛苦。但是你最后辛苦没价值，最后换来别人笑话，我觉得是不值得。进入年家湖隧道，千万别全长1.5公里。做餐饮啊，这个东西它其实是个勤劳的行业。左直行，沿营盘东路行驶。下午巡店刚发完脾气的小葱小麦要去他们的一个据点补充能量，一个吃了10多年的烧烤摊儿——火星烧烤，长沙城最寻常的烧烤店之一，但对小葱小麦夫妇来说，这是特殊的存在。这里的烤猪皮和烤鱿鱼是小葱的最爱。小店10几年时间里搬过几次地方，搬到哪儿，小葱夫妇就追随到哪儿。除了对食物的记忆依赖，恐怕这种自在放松的状态，才是两口子真正在乎的东西。他们吃了10几，应该是45年，反正是差不多。我不晓得他们干什么，我从来没问过，晓得吧？在街头吃烧烤，最好的下酒菜往往是回忆。茶颜悦色的故事很少为外人所知。这个晚上，在熟悉的场景和味道作用之下，往事也慢慢浮上心头。5年我是自己就经营那个美容院嘛，他就是在电影公司嘛，然后就会做各种兼职，这样子到处跑。就可能他那个时候就觉得，在这种事业单位，你可能就这样下去就可以看到头了。他内心他还是不甘心这种吧。然后中间还做过一个类似于干码饭这种，就试营业1天，第2天就关门了，就是最短的一次创业。过去的7年里，茶颜悦色声名鹊起，不少人建议他们向湖南之外的地方扩张，但是7年以来，他们固守长沙，在市场狂热、资本青睐的环境下，保持着一份旁人看不懂的清醒。很多给你意见，他不知道你的能力边界在哪里。我觉得人群自己挺重要的。我在想，我首先能不能提供你们呼唤的内容？如果我觉得我是无法提供的，或者说我觉得我无法稳定提供的话，我就会冷静看待这个呼唤。如果说辣椒只是湖南性格一种，其实傲娇嘛。我觉得我在做自己坚持对的事情，但我坚持这么做，我觉得那也是一种傲娇吧，是吧？因为毕竟我没听别人意见嘛，我没听大多数人的意见嘛。刘聪，长沙本土嘻哈音乐人 ，C Block 3位成员之一。在嘻哈的世界里，流行着这么一句话 ：KL 刘聪如货币般流通。我觉得湖南这个地方自古来说还是江湖气息比较重，这种革命气息也比较重。
就是湖南人可能本身他就有一种那种刚烈的气息。如果革命这个词敏感，你可以理解为浪潮。我们要掀起一场新的浪潮，在这个音乐圈里面。娱乐之城成为长沙的某种定义。前辈故事中的叛逆和锋芒，被洗脚店的霓虹、KTV 的歌声淹没了。但是 C Block 的出现，就像是给寡淡的清汤里淋下了一勺冒着热气的辣椒红油。什么样才是一个有仁有义的人？人类到底在追求什么？我们在思考这些问题，然后写到歌里来影响年轻人，给年轻人一些启示。这才是我们真正要做的。在完成自己的这次演出之后，刘聪要赶回长沙，为 C Block 另一成员小胖的年终演出助力。3、2、1，开始！盛宇 ，C Block 组合的队长，由于工作原因没能接受我们的采访，但他依然会赶到功夫胖的巡演长沙站与两兄弟会合。C Block 成立于2007年，如今成长为湖南年轻人心中的新文化偶像，在年轻人心中炸裂。他们的音乐也如同湘菜里的香辣，生猛浓烈，又让人流连忘返。就像盛宇所说的，他们成军于三湘，在四海中闯荡，要扬名于五湖。闯荡、开辟、活出自己是他们的态度，拼命的工作也拼命的玩，保持向上，做最有拼劲的团。好吃，真的好吃，真的好吃，这么摸着自己的良心讲的吗？因为别人我不知道，但是我至少我是被辣椒给洗礼了，因为我的性格，比较，说的好一点叫做比较直率，说的不好一点叫做比较炸，所以说我觉得辣椒会影响一个人的性格。喜欢辛辣的食物的人，基本上都是直性子，他不会有太多弯弯绕。所以说，交朋友跟喜欢吃辣椒的人交，绝对没错。其他任何人的评判我不接受，但是我的顾客的、我的食客的评判，我绝对虚心接受。但是对辣的执着，我会屡教不改。每周有那么3、4天的下午，陈浩都会做一件事情。把心赋予的目标意义，对他来说是极大的心性锻炼。一个是享受这个过程，二一个呢，我是觉得人要有目标感，人要有自己奋斗的一个参照物，不然的话，如果每天都是浑浑噩噩的话，没有目标感的话，你这个人就不会有向前冲的力量了，你就永远只会安于现状，然后过着那种得过且过的日子。我觉得那样不是我想要的生活。茶颜悦色的小聪夫妇坐上了去往武汉的高铁。这一天，扎根湖南的奶茶第一次走向省外，这对于7年来一直不肯外出的品牌来说，是一个重要的扩张信号。每年都会问自己、问团队，就我们要不要去外地看一看，去走一走，都会每年都会重复这个话题，然后也会每年都会好像说，那我们准备好了就走，但是每年都会跳票，就有点像那个，所以我觉得放鸽子嘛，对，7年了。我觉得总要出去了吧，就哪怕出去是一个撞得头破血流，我觉得也要出去一下。其实看到你们发的朋友圈，看到我们的店面的那一刻，内心还是非常非常激动的。武汉的首店开业，意味着我们真正的从湖南走出来了。我觉得在这个很关键的时刻，
先给大家一些掌声吧，好不好？来。然后我们地方太小了，接纳不了。夜晚降临，自媒体故事长沙的主理人周胜开始活跃。他和同事都是夜行动物，今晚要一起外出觅食。探访美食是故事长沙的主要内容之一。哎呀，老板，还有位置吗？我把菜都拿过来了。吃饭变成工作，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长沙是美食自媒体的天堂，但故事长沙几乎是唯一一家通过故事讲美食的公号。文和友的文斌，这个长云社吕梁都是很典型的长沙伢子。我在他们身上能够看到很多，包括我身边的很多长沙伢子的共同点，就是这些人呢，你要说他是商人嘛，其实他骨子里并不是，他是一种很天真的想法。比如说文和友，他想还原他儿时的生活场景，我觉得这是一种很大胆的、很天真的想法。但是你做成了，他就牛，他就很牛，对不对？他就能成为现在的网红。湖南人我觉得还是挺适合做开拓一番事业，他有这种野心，他有天生我材必有用这种自命不凡的感觉。周胜身上还保留着一个媒体人最后的倔强，依然沉迷于故事，以中篇的体量向长沙人讲述这里发生过的和正在发生的种种。那我的终极目的，你说很多人做这个的终极目的是赚钱，那是他们，我不是。我的终极目的就是做这个事本身，这个东西给我带来的成就感，胜过很多金钱买不回来的。依然热爱媒体，打心里喜欢影响人，也不去拥抱商业，这就是周胜。个性不像辣椒所代表的炽热与火辣，但在他的自媒体文章里却不难感受到他深爱着长沙城的旧事，也观察着新生活的变化。这又是一个霸蛮的湖南人，他认定要做的东西，不到南墙不会回头。长沙火车站最显眼的部分是钟楼和火炬，被调侃解读为3片臭豆腐和1颗红辣椒。这里的人就是这样，自嘲，直接打破规矩，解构一切。小胖的演出终于开始，长沙的年轻人们多爱他，身处现场就会觉得很夸张。没有小胖，我基本不会做音乐，因为我一开始只是想这边有一个hiphop的氛围，我也没想过一定要时时刻做这个事情。但如果可以的话，那我当然是在所不惜，对，赴汤蹈火。他词真的是确实写得很好，没得挑剔了，都是在我面前都是进3分啊，这个词都没什么好说的。
辣椒虽然短短的到我们湖南也就那么几百年，但是我觉得它铸就了我们湖南人的性格，火爆、热烈、执着。所以我觉得，辣这个东西是我们湖南人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个色彩。这个是个力学是一体的嘛，就什么样的人就唱什么样的歌，什么样的歌就是什么样的话嘛。很小的时候，可能大家就觉得，哎，这个小女孩可能不是那么的漂亮啊，但是她就是看到她很开心、很愉悦，她笑得很好看，就这样子。对，就你笑起来真好看，就那种。就我可能觉得和辣椒挂钩，我觉得我自己还是觉得火热吧。到底是湖南人创造了辣椒的诸多吃法，还是辣椒塑造了湖南人的脾气秉性？不会有单一确定的答案。唯一确定的是，这是一期远离了湘菜，却靠近了湘人的短片。片中几位吃得苦、霸得蛮、耐得烦的基因从未失去。在新时代，或许可以再加一个词来形容湖南人：傲娇。今天嗨了吗？爽了吗？可以，嗨了。年终总结可以啊。可以，办年会了，现在是新年会。好，好，那我们就拜拜，散会。